毁容只是一场意外，我以为太子哥哥对我还有一丝真心。多亏太子哥哥想到这个法子，在裸子丹上做了手脚，毁了长姐容颜，否则玉瑶如何与太子哥哥长相厮守？太子妃要出自崔家，令仪毁了容，那太子妃就知道是你。但你成了正妃，故再引她进东宫为侧妃便是了，绝不负她。原来我不过是你们这对狗男女上位的踏脚石，我崔令仪哪怕是死，也绝不为人做妾。我没死，我竟然没死！我回到了太子选妃宴的前日，一切惨剧都还未发生，我还有机会逆天改命。小姐，您醒了吗？小姐，太子殿下派人送了一盒极其罕见的裸子带来，说是外邦进贡的，特意留给小姐，让您明日选妃衣上画眉用呢。就是这个东西，前世就是这暗藏利刃的裸子带，锋利地划破了我的眉，将我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太子殿下还真是有心了。小姐，您不高兴吗？这可是太子殿下独一份的恩宠呀，京城里哪家贵女不羡慕咱们崔家大小姐？恩宠？这恩宠太重，且带着血腥味，我怕是消受不起。红玉，去把门敞开，算算时辰，我那位好妹妹也该来给我请安了。姐姐怎么还不梳妆？进宫选妃的时辰可是快到了。太子对姐姐真好，专门送来了裸子带。有了这等好物，姐姐今日定是太子妃莫属了。上一世你就是这般顶着张清纯无害的脸，与太子合谋哄骗我，害我毁容惨死。这一世我定让你心满意足，跌个粉身碎地。既然妹妹看着喜欢，不如我送妹妹几根。不行，这是太子哥哥给你的，我如何能用？张姐，我去外面等你，你快梳妆吧，时间真的来不及了。早知你们郎情弃义，我早该成全你们的。只要他用了那只裸子带，那张狐媚脸就彻底毁了。到时候太子妃之位就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快叫大夫！大小姐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姐姐怎么了？发生何事了？大小姐怕是不能入宫了。姐姐到底怎么了？你这贱婢倒是快说呀！大小姐刚画眉，不小心画坏了，伤了脸。她说让二小姐先行一步。姐姐的眉怎么了？可要紧，画坏了再重画便是。怎么能不进宫选太子妃呢？这可是关乎家族荣辱的大事。妹妹再不重宫，怕是赶不到进宫的时辰了。我一会儿会想法子赶上，你先去吧，莫让崔府两位小姐都误了时辰。姐姐，那你好好养伤，妹妹在宫里等你。听闻今日太子妃非崔家嫡女莫属，咱们这些人大费周章，不过是来陪跑，争个侧妃的位置罢了。那是自然，崔令仪的容貌家世，谁能争得过？太子殿下到！怎么会是崔家庶女？崔大小姐呢？崔家嫡女崔令仪何在？禀皇后娘娘，长姐出门时不慎划伤了脸，鲜血直流，怕是容颜有碍，未能进宫。长姐自知不能再选妃，特命玉瑶代表崔家进宫，请娘娘明鉴。简直荒唐！本宫怎么没有接到禀告，说令仪脸上有伤？怎么会如此鲁莽？皇后娘娘，长姐一直爱慕太子，心心念念想做太子妃，如今容貌受损，她难以接受这般打击，还在府中想法子掩饰，妄图赶进宫来选妃。可太子妃乃是国之储妃，代表的是国家颜面。若日后天下人发现太子妃容颜有损，岂不是令皇家蒙羞？臣女绝不能眼睁睁看着长姐犯下大错。玉瑶，你宁愿顶着压力也要说出真相，真是心善之纯。母后，孤看藩邦进贡的裸子带极好，便赏了令仪一盒。想必是他没见过这等好东西，心急之下力度不当，伤了脸。这是他咎由自取。太子妃容貌绝不能有损，玉瑶虽是庶女，却秀外慧中，知书达理，同样流着崔家的血。儿臣心悦玉瑶已久，心意已决，恳请母后赐婚，立玉瑶为正妃。既如此，来人，拟旨崔氏玉瑶为太子正妃，则即日完婚。臣女谢娘娘恩典，只是不知姐姐伤了脸，日后该如何嫁人，臣女心痛啊。若你长姐还想嫁入东宫，孤可允她侧妃之位。她容颜已损，能有侧妃之位已是天大的抬举，对崔家太傅那边也算有了交代。崔大小姐那般高傲的人，怎会沦落到做侧妃？真是虎落平阳。奉天承运，殿下慎言。
我竟不知我何时容颜受损了。臣女崔令仪拜见皇后娘娘。令仪来迟，望娘娘恕罪。令仪，你的脸完好无损。令仪，我知道你是用我送的罗子带萧梅毁了容，你自己失误，却用这花季掩饰伤口，为了这太子妃之位跑来欺君罔上。我属意你，但你如今这副做作掩饰的模样，我如何选你为妃？我允你做侧妃，已是法外开恩，身体发肤绝不能有瑕。太子殿下，令仪从未说过要做太子妃。今日进宫，全是因皇后娘娘的旨意。我不明白，为何太子和妹妹言之凿凿，一口咬定我毁了容颜？我如今这模样，到底是哪里毁了容？我没有，长姐，我不是故意说出你毁了脸的事情，只是事关重大，我不想你骗了殿下，到时候可是欺君之罪，要闯下泼天大祸。难不成崔大小姐真的毁容了？看二小姐这般着急，只怕不是空穴来风。姐姐还想掩饰什么？难道用花钿将伤口掩住，便能骗过所有人吗？长姐平日说我是庶女，不配为正妻，可如今是太子殿下选中了玉瑶，这也并非玉瑶的错。令仪，姑一直以为你端庄大气，没想到你为了一个位分，竟如此心机深沉，实在让姑失望。你说你没划伤脸，那你可敢当众把这花地摘下，让大家验看？天哪，女子她还是崔家嫡女，太子这简直是把崔家的脸面放在地上踩。崔大小姐容貌倾城，若真留了疤，也太可惜了。太子不可无礼，崔家世代书香，崔家嫡女岂可当众献望？此举实在荒唐。殿下，那花地分明是挡伤口的，您这样岂不是要姐姐当众出丑吗？怎么，你迟迟不敢动手，难不成是心虚不敢？皇兄未免也太咄咄逼人了些。崔大小姐名门贵女，你当众要人家除下花地，不管有没有伤，你这都绝非君子所为。母后，皇兄此举唐突，不管怎样，他都不该当众折辱崔大小姐的清白和颜面。远景，崔令仪是姑的侧妃，姑让她除下花地，与你何干？要你在这里多嘴多舌。太子殿下请慎言，令仪从未答应过要入东宫做您的侧妃。多谢三殿下相帮，但崔令仪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过区区一个花季而已，她还决定不了我的人生。天哪！大家快看，大小姐的脸好好的，连个印子都没有。既然没毁容，那崔二小姐为何一口咬定大小姐毁容了？谁知道呢？莫不是骗了太子，想自己当太子妃，所以才一直在这里冤枉嫡姐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没受伤？我明明亲眼看见你受了伤。殿下，我早上明明看到她捂着眉毛的手上全都是鲜红的血呀！妹妹刚才一直说的血，指的应该是我手心里的血吧？今日清晨，我对镜画眉时一时不慎，力气滑落，不小心划伤了手心，所以才出了些血。不过大夫看过了，说只需好好养着，便绝不会留斑，倒叫大家虚惊一场。你是故意的！你今天早上故意做出那副受伤的姿态，就是为了引我上当。妹妹，这说的是什么胡话？今早我的押官明明清楚告诉你，我是画眉伤了手，何时说过我脸上受了伤？不过我因为这手伤，不小心误了选妃的时辰。做姐姐的还未曾好好恭喜妹妹如愿以偿被选为太子妃呢。不过太子殿下，有一件事，您怕是回东宫后要好好查一查身边的进食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何东宫专程送到崔府的罗子带里，竟会暗藏着尖锐的利器？今日若非我的手先触碰了罗子丹，受了伤，才发现有鬼。若是今日我毫无防备，直接画眉，只怕如今早已毁容瞎眼，酿下无法挽回的大祸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！皇兄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身边的人确实要好好查一查，若是下次再送别的东西，酿成大祸就不好了。皇兄政务繁忙，这件小事臣弟可以代劳，帮皇兄查清楚，保证查得一清二楚。不必了，姑自己查即可，不用劳烦二弟了。令仪，此事是姑误会了你，如今姑已选了玉瑶为正妃，但是你放心，你虽为侧妃，但姑会亲自去求母后经允，以侧妃之位迎你进。殿下，请恕令仪不能从，我崔家女绝不会与人为妾。
崔令仪，这可是太子侧妃之位，怎么会是妾？殿下，侧妃不过是名字好听些的妾罢了。我崔令仪是崔家金尊玉贵养大的嫡女，若是去给人做了妾，那崔家日后姐妹便都不用嫁人了。百年清誉绝不能毁在令仪身上，请恕令仪断难从命。殿下既然选了妹妹，她虽是庶女，却也是崔家女儿。祝妹妹和太子殿下百年好合，鸾凤和鸣。殿下，算了，姐姐向来骄傲，怎么会居在我的位分之下？不如过段时日，等她气消了，我再好好和她说。实在她不肯，大不了我让她做正妃，我做侧妃。玉瑶只愿与殿下长相厮守，不在乎这些身外名。崔令仪，你落选太子妃，姑又属于你做侧妃，你觉得京城中还有谁会娶你？谁会不知死活的与姑抢女人？是不要脑袋了吗？有何不敢？母后，今日皇兄选妃，不如母后也为儿臣选一个正妃才是。儿臣觉得崔大小姐端庄聪慧，知书达理，儿臣想求娶她为正妃，请母后恩准。袁景，你放肆！崔令仪是姑看中的侧妃，你竟敢横刀夺爱！袁彻愚蠢，竟为了个庶女放弃崔景儿此番求娶，不仅能稳住崔太师，还能敲打袁彻，简直是天赐良机。太子，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母后，他分明是故意的。令仪是我最中意的儿媳妇人选。当年你刚及第，我就和你母亲说过，要留着你做我的儿媳。如今景儿要求娶，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天作之合。臣女惶恐，传本宫的旨意，崔氏令仪端庄淑慧，娴雅端方，赐婚于三皇子袁景为正妃。礼部即刻择定吉日，本宫要亲自操办这场婚事。母后，您不能这样，崔家怎么能将2个女儿都嫁给皇家？更何况令仪本是要嫁入东宫的。够了，袁彻，你已经选了崔玉瑶为正妃，还想怎样？崔家世代忠良，岂容你如此轻慢？此事不必在意，就这么定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就算差点毁尸还能做正妻？我拼尽全力得到的只是他不要的。恭喜三皇兄，恭喜长姐，能看到长姐觅得良婿，玉瑶真心为你们高兴。不劳太子妃费心，儿臣谢母后恩典。臣女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太子，既然婚事已定，你也带着你的太子妃退下吧，好好准备大婚，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走着瞧。三皇子和崔大小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，可不是嘛？郎才女貌，羡煞旁人。这场风光背后是更加残酷的深渊，我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诸位，令仪今日受了惊吓，需要回府休息，改日再续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府。有劳三皇子殿下。你是不是觉得很突然？是有些突然。我与殿下素无交集，殿下为何会求娶我？如果我说我对你一见倾心，你信吗？不信。皇家婚姻从来只看利益，殿下不妨直言。我就知道你不信，那我便实话实说吧。求娶你有一半是真心，一半是为了崔家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抱歉。半年前的上元宫宴，我见过你一次，当时太子故意想让你出丑，你不仅稳住了，还反击得漂亮，没落下任何把柄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崔家的这位嫡女，和京中那些娇柔造作的贵女完全不一样。你聪明、果敢、清醒，正是我需要的人。我发现太子和崔玉瑶私下挽牢密切，两人常常在御花园的假山后见面。我还查到，太子为了让崔玉瑶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太子妃，早就计划着要毁了你的容貌。那盒裸子带，我也早就知道有问题。你早就知道？是。他竟从一开始就洞悉了全局，却冷眼旁观，这份城府当真深不可测。我本想提前提醒你，可又怕打草惊蛇。太子心思狭隘，若是知道我插手此事，只会变本加厉地对付你。而且，我也想看看你会如何应对。对不起，让你受惊吓了。不过我一直派人暗中跟着你，若是你真的有危险，我会第一时间出手。难怪他会在大殿上恰到好处的出现，难怪他能那么轻易地戳穿太子和玉瑶的谎言。原来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那你今日求娶，也是早就计划好的？算是吧。
太子昏庸无能，心胸狭隘，若他日后登基，必是百姓之祸。我本无心处位，可看着他一步步将朝堂搅得乌烟瘴气，实在不能坐视不理。崔家是百年世家，崔太傅门生故吏遍布天下，有崔家的支持，我才能有足够的力量与太子抗衡。原来如此，各取所缺，这才是皇家最真实的生存法则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利益同盟最为稳固。而你聪慧冷静，有勇有谋，是唯一能配得上我的女子。我不想娶一个只会依附男人的菟丝花，我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、共担风雨的妻子。你不过是股巩固权力的踏脚石罢了。真以为姑会在意你的想法？前世我只被当作附属品，而今生远景却将我视作平等并肩的战友，这才是真正的尊重。殿下的坦诚，令仪很感激。不过我有几个条件，若是殿下能答应，我便同意这门婚事。你说。第一，婚后我们互不干涉私事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圈子，殿下不能干涉。同样，殿下的事情我也不会过多插手。可以。第二，若是日后我们情断意绝，殿下必须同意和离。我崔令仪绝不会在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里苟延残喘。好，若是有那么一天，我定会放你自由。不过，我相信不会有那一天的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殿下必须遵守承诺，此生绝不纳妾。我崔家女绝不与他人共侍一夫。这一点我在大殿上已经说过了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便是我对你的承诺。若是我违背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殿下不必发重的事，我只看行动，不看誓言。好，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。这场基于利益的婚姻，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？但至少他比太子真诚，比太子懂得尊重。对了，刚才路过桂花巷，看到这家的桂花糕刚出炉，听说你喜欢吃，就买了一些。殿下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桂花糕？问崔太傅的。为了求娶你，我可是做了不少功课。这是我从小就喜欢的味道。前世嫁给太子后，为了迎合他的喜好，就再也没有吃过了。抱歉，失礼了。无碍。殿下大小姐，太傅府到了。到了，我先下去了。我的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吓死母亲了！我从黄显寺回来就听说你被毁了容，还被太子选了侧妃，我这心都要碎了，吓死母亲了。母亲，我没事，您别担心，女儿好好的呢。老臣见过三皇子殿下，今日之事多谢殿下出手相助，否则小女后果不堪设想。崔太傅不必多礼，令仪是我的未婚妻，保护她是应该的。太子梁伯绝非良配，三皇子仁义睿智，殿下里面请。若能得他护辅，令仪一生无忧，崔家也能保全百年清运。令仪，我的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跟母亲说说，怎么好好的太子妃就变成三皇子妃了？还有崔玉瑶那个恶毒的丫头，她是不是算计你了？母亲别急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今日选妃宴可谓是险象环生，太子殿下赐给我的那盒裸子袋里暗藏了锋利的刀片。什么？刀片？是，若我当时真的用了，这双手这张脸怕是就彻底毁了。我将计就计，假意划伤手心，引蛇出洞。崔玉瑶果然按耐不住，在大殿上公然谎称我毁了容貌。太子顺水推舟，当众求娶崔玉瑶为太子妃。混账！这个崔玉瑶真是狼心狗肺！我们崔家锦衣玉食养着她，她竟敢反过来算计嫡姐，
还有太子更是薄情寡义。夫人，你坐下。太子这是醉翁之意不在脑啊！他选玉瑶做太子妃，不过是想以此拿捏我们崔家。若是令仪真的毁了容，只能委屈做侧妃。崔家2个女儿都落在他手上，我们就只能任他摆布了。好算计，这是好算计呀！幸好令仪聪明，识破了阴谋。哼，那个逆女，我已经让人把她禁足在院子里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她踏出半步。等她出嫁那天直接抬走。我崔家没有这样吃里扒外的女儿。崔大夫，太子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赐婚政旨还未正式下达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破坏我和令仪的婚事。还请太傅务必加强府中守卫，保护好令仪。殿下放心，老臣心里有数。我已经调了府中最精锐的护卫队，日夜守在令仪院外。别说太子的人，就是一只苍蝇也休想飞进去。我也会派王府暗卫过来暗中保护。太子心胸狭隘，狗急跳墙之下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我们不得不防。老爷，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皇后娘娘派来的贴身嬷嬷，有要事相商。哦，快请。老奴见过三皇子殿下。嬷嬷免礼。崔太傅、崔夫人，奴婢这厢有礼了。嬷嬷客气了，快快请坐。奴婢奉皇后娘娘之命，特地前来探望崔大小姐。皇后娘娘说了，崔大小姐今日在宫里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让奴婢带她老人家好好安慰一下您。有劳嬷嬷跑这一趟，皇后娘娘的恩典，臣妇感激不尽。夫人言重了，大小姐果然是国色天香，举止端庄，难怪皇后娘娘和三皇子殿下都这般喜欢。皇后娘娘原话交代了，让大小姐只管安心待在府里，好好准备大婚事宜。娘娘说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有皇后娘娘和三皇子殿下为您做主，谁要是敢欺负大小姐，那就是跟娘娘过不去。这是皇后娘娘亲自挑选，赏赐给大小姐的东珠手串，说是给大小姐压惊用的。臣女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娘娘那边还等着奴婢回话，奴婢就不多加叨扰了。来人，宋嬷嬷，皇后娘娘此举不仅是在给我们崔家撑腰，更是在公开警告太子。看来皇后娘娘对太子已经越来越失望了。太傅所言极是，母后一直都希望能有一个贤明的君主来继承大统。太子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荒唐透顶，母后全都看在眼里。若不是因为他是嫡长子，占了重法上的名分，母后早就废了他了。皇后娘娘的意思是明白了，可是皇上那边呢？皇上一直都很看重太子，若是皇上不同意废太子，那咱们岂不是要抗旨？夫人多虑了，皇上看重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儿子，而是这江山社稷。若是太子真的不堪大用，皇上是绝不会徇私情的。这次江南水灾，太子处理极其不利，甚至贪墨赈灾款，导致灾民暴动。皇上对此已经很不满了，折子压在御书房，雷霆之怒一触即发。只要我再做出一些成绩，替父皇分忧，皇上自然会明白，谁才是最合适的储君人选。殿下，殿下有勇有谋，心怀天下，更难得的是有一颗人民爱物之心。若是殿下能继承大统，实乃天下百姓之福，大前江山之幸。老臣代表崔家，愿倾尽全族之力，全力支持殿下。多谢崔太傅，有崔家的鼎力速助，我远景在此立誓，定不会辜负天下百姓的期望，也绝不让崔家后悔今日之选。废物，都是一群没用的废物！本宫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？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！崔令仪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在大殿上算计本宫！太子殿下息怒，殿下保重龙体呀！保重龙体，本宫的脸都被踩在脚底下了，还保重个屁！母后偏心那个野种，
父皇也盯着江南的事不放，现在连崔家都倒向了远景。那个远景有什么好？不就是会打几场仗吗？凭什么他能得到崔家的支持，骑到本宫的头上？崔玉瑶呢？把那个蠢女人给本宫叫过来！殿下，您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，可让玉瑶怎么活呀？哭，就知道哭，除了哭你还会干什么？殿下，都怪我，要是我没有那么没用，没有被崔令仪那个贱人算计，也不会连累殿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还知道是你没用？若不是你信誓旦旦的说崔令仪毁了容，本宫怎么会在大殿上当众出丑？要是你有点用，能在崔家说得上话，本宫也不会被远景那个毛头小子骑在头上。本宫原本以为娶了你能把崔家拉拢过来，结果呢，你那个死鬼老爹直接把你禁足了，根本不拿你当回事。殿下，这能全怪我吗？我也不想的。谁知道崔令仪那个贱人那么狡猾，她竟然假装受伤骗我们。殿下当初送罗子德的时候，不也是觉得计划天衣无缝吗？现在出了事，怎么全往我一个人身上推？你敢教训本宫？有整个崔家和三皇子给他撑腰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，我们全完了。殿下息怒，现在不是互相瞒罪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挽回局面。挽回局面？怎么挽回？赐婚政旨一旦下达，本宫难道还能抗旨不成？殿下，政旨毕竟还未下达，只要没下达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母后在大殿上都已经亲口答应了，父皇也知道了这件事，金口玉言，难道还能收回不成？殿下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规矩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。我们可以暗中雇人，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散播谣言。什么谣言？就说崔令仪品行不端，水性杨花，说他早就在暗中勾引三皇子，在选妃宴上与三皇子眉来眼去，甚至做局陷害殿下。说是因为他不知廉耻，逼得殿下为了皇家颜面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选了崔二小姐。对对，就这么说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他崔令仪是个什么货色，把他的名声彻底搞糟，我看他还怎么做清高的大小姐。只是败坏名声，这顶多让他难受一阵子。若是父皇铁了心要指婚，这也拦不住啊。殿下圣明，所以这谣言只是第一步，用来乱人耳目的。要想永绝后患，我们可以暗中派出死士，在圣旨下达之前，直接刺杀崔令仪。崔令仪，只要你死了，崔家嫡女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！只要崔令仪一死，我看远景还怎么跟崔家联姻，我看崔家还怎么支持他。张骞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，找最顶尖的杀手，务必做到干净利落。本宫要让崔令仪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这次你偷跑出来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这边就暂时辛苦你，回到府中等我迎娶你。二小姐用膳了，这可是厨房专门留给您的，趁没彻底凉胃，赶紧吃吧。放肆！你个低贱的奴才，居然敢给我吃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！我可是未来的太子妃！哎呦喂，我的二小姐，你还当自己是那高高在上的主子呢？老爷发了话，您现在就是个禁足的犯人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爱吃不吃。开门！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贱婢！等我当了太子妃，我要把你们千刀万剐！崔令仪，你这个贱人！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嫡女，拥有一切？凭什么你能风风光光嫁给三皇子做正妃，而我只能像个货物一样嫁给那个昏庸无能的太子，还要被你踩在脚底？我不甘心，我死也不甘心！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！谁在外面？是我瑶儿，快开门！我的老天爷，我的心肝啊！你怎么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？看看你这张脸，都瘦得皮包骨头，彻底脱性了。娘，我好委屈，我真的好委屈。
崔令仪那个贱人联合外人欺辱我，老爷也完全不顾念骨肉亲情，直接把我关在这不见天日的鬼地方。现在连那些下贱的奴仆都敢给我吃馊饭，都敢给我甩脸子。娘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想活了。傻孩子，说什么丧气胡话呢？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在这高门大户里，只要留着一口气在，就总有翻盘的希望。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现在可是皇上亲赐的太子妃，等日后皇上驾崩，太子顺利登基，你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到时候整个大前天下都是你的，还怕收拾不了一个小小的崔令仪吗？皇后，娘，你就别再拿这些虚无缥缈的话来骗我了。太子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条狗。他当初求娶我，不过是为了利用崔家的势力来巩固他的东宫之位罢了。他心里只有他自己的权位，哪里有我的半分位置？死丫头，你给我过来！娘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崔令义那个贱人已经成功攀上了三皇子远景，有咱们崔家在背后给他撑腰，太子的位置眼看都要坐不稳了，我还做什么皇后的春秋大梦？哼，你懂什么？太子的位置稳若泰山，岂是那么容易被撼动的？元彻可是正宫皇后嫡出的长子，只要他不犯下谋逆的大错，皇上是绝对不会轻易废除的。再者说了，皇后娘娘就算平日里再怎么嫌弃你的出身，她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太子失去皇位。可是太子对我的态度那么冷淡，一旦崔令仪嫁入三皇子府，太子觉得我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，肯定会立刻将我弃之如敝履的。没有可是，男人的宠爱本来就是镜花水月靠不住的，在这吃人的深宫后院，唯有子嗣才是你唯一的保命符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怀上太子的骨肉，只要你抢先生下了皇长孙，母凭子贵，你在东宫的位置就彻底稳了。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娘花了重金托人在宫外黑市求来的绝密送子药，据说极其灵验。等你大婚之夜，找机会偷偷服下，为娘保你一举得男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哪怕太子再怎么厌恶我，只要我生下了他的嫡长子，他就绝对不可能抛弃我。到时候看谁还敢给我脸色看。就是这个脸儿，别说是区一个崔令仪了，到时候就算是皇后娘娘，为了皇长孙，也得对你礼让三分。娘，谢谢你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争口气，我一定会坐上那个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。我要当上皇后，我要让崔令仪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，我这个庶女永远比她那个嫡女强100倍、1000倍。好孩子，这才是我的好女儿。哭哭啼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要把眼泪化成刀子才行。拿着。这是为娘在崔府委曲求贫这么多年，一点一滴从牙缝里抠出来攒下的所有私房钱。娘，您把钱都给了我，您在府里以后可怎么过活？傻孩子，娘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但你不同，东宫那地方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科，不比在家里。上至嬷嬷总管，下至扫地丫鬟，到处都需要用钱打点。你记住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有了钱开路，在宫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不要心疼钱，该赏的时候千万别手软。娘，您对我太好了，您的恩情，女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。时间不早了，巡夜的第2拨人马上就要过来了，我该走了。要是被老爷发现我私自来探望你，定会扒了我的皮。你自己好好保重，千万沉住气。记住娘今天晚上的话，忍字头上一把刀。大婚之后，一定要尽快怀上孩子。女儿记住了，绝不让娘失望。崔令仪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你以为你真的能踩着我的骨血，去享受你那一世繁华吗？你给我等着！我崔玉瑶绝不会就这么轻易认输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抬进去，小心些，莫要磕碰了。天哪，这么多金子啊！这排场连公主出嫁都比不上啊！晚辈远景，今日特来正式向崔太傅、崔夫人提亲。虽说母后早已在选妃宴上赐婚，但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该有的3书6礼，晚辈绝不能委屈了令仪。这是晚辈连夜拟定的聘礼清单，还请夫人过目。若有任何不足之处，您尽管提，晚辈立刻命人去补齐。黄金10000两，白银10万两，极品蜀锦、云锦各1000匹，东海红珊瑚2对，西域极品各月红宝石1匣，还有京城东大街旺铺10间，成交良田3000亩。殿下，
这聘礼也未免太过丰厚了吧？只怕是把大半个皇子府都搬空了。夫人此言差矣，令仪是崔家的掌上明珠，更是我远景此生认定的唯一挚爱，她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一切。这些聘礼不过是晚辈的一点微薄心意罢了，远不及令仪1/1000的珍贵。好，好，殿下有心了，令仪能遇上殿下是他的福气啊。是啊，殿下请坐。殿下，我们崔家一不求什么丰厚的聘礼，二不求什么泼天的富贵，只求殿下能好好待令仪，一辈子对她好，莫要叫她受了委屈。崔太傅放心，我远景今日在此立誓，向您保证，这辈子我只会有令仪一个妻子，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若是我日后违背此事，任凭太傅处置，绝无怨言。好，好，有殿下这句承诺，老夫这颗心算是彻底放进肚子里了。殿下快坐下说话，我这就让丫鬟去把令医叫过来，你们年轻人好好见见。臣女见过三皇子殿下。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令仪，我今天来除了正式向太傅和夫人提亲，其实还有一件东西要亲手送给你。哦，殿下要送臣女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，喜不喜欢？好精致的梅花簪，这白玉温润，雕工透着一股别具一格的灵气，似乎是出自名家之手。这只玉簪是我亲手雕刻的。殿下亲手雕刻的？殿下竟然会亲自做这种女儿家的精细活计，这雕工细致入媚，定是费了不少心思。我知道你最喜欢梅花，那日在选妃大殿施粉黛上，你却如傲雪寒梅般冷坚韧，所以我特意寻了一块上好的羊脂白玉，连夜雕了这只梅花簪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我很喜欢，多谢殿下，这礼物很贵重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你喜欢就好，我帮你戴上吧。有劳殿下。很好看，很衬你。老爷，我这肩膀突然有些酸痛，你陪我回后院走走。哦，对对对，夫人这几天操劳过度，走，咱们去后院休息。殿下，你们年轻人好好聊，老臣就不在这里碍眼了。殿下，昨日选妃宴上的风波虽暂时平息，但太子那边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太子那厮心胸狭隘，已经开始在京城中大肆散播谣言了。哦，他又编排了我什么罪名？他四处派人散布，说你在选妃宴上暗送秋波，刻意勾引我，才逼得他迫于无奈，不得不选了庶出的崔玉瑶为正妃。现在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流言极其难听。太子也就这点本事了，除了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败坏女子名声，他还会什么？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派暗卫去查探源头了，我会让那些散播谣言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不必，殿下若出手，反而会落人口实，让人觉得我们在欲盖弥彰。不用殿下动手，我自己来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说谎，谁才是那个令人作呕的卑鄙小人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不过，若是有任何需要我兜底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我的背后永远有你的位置。对了，过几天京郊梅林的梅花就要开了，那里的红梅是全京城开的最早最好看的。我想邀你一起去赏梅，不知崔大小姐可否赏个脸？好啊，这几天一直在府里闷着，正好我也想去看看梅花，透透气。那就这么一言为定了，到时候我亲自驾车来府上接你。那臣女就恭候殿下了。从前我只觉得皇室之人皆是冷酷无情之辈，但远景，或许这场建立在利益与契约之上的婚姻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。至于袁彻和崔玉瑶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听说了吗？崔家大小姐在选妃宴上竟然不要脸的勾引三皇子，真的假的？崔大小姐不是出了名的端庄得体吗？人不可貌相，说不定她早就和三皇子有私情了。可怜的太子殿下被未婚妻和亲弟弟联手背叛，一气之下才选了二小姐。这群刁民简直是在胡说八道！明明
明是太子那个卑鄙小人和崔玉瑶那个贱丫头联手算计我的令姨，怎么现在反过来倒打一耙了？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要带人出去跟他们理论。母亲，您冷静点，千万别冲动。令姨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让我冷静？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肆无忌惮的往你身上泼脏水吗？女子的名节大如天啊！母亲，流言止于智者，您现在带人出去跟市井流氓理论，除了自降身份，没有任何作用。他们反而会觉得我们是心虚了，才会气急败坏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就只能干受着这委屈？当然不会，母亲放心，女儿已经布好局了。太子既然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借他的东风，让他彻底烧死在自己点的火里。令姨，你刚才说已经有办法了，到底是什么办法？你快告诉母亲，别让我这心一直悬在半空。3天后，长公主府要在京中举办一场盛大的赏花宴，到时候京城里所有的名门贵女、王妃、命庶都会受到邀请。我会在那场赏花宴上，当着全京城最有头有脸的人的面，当众澄清这件事。可是，赏花宴那种场合鱼龙混杂，太子和崔玉瑶那个贱蹄子肯定也会去。他们难道会眼睁睁看着你洗白？一定会想尽办法从中作梗，甚至当众刁难你的。母亲，我就是要让他们去。他们若是不去，这出戏怎么唱得下去？只有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用铁证狠狠地扇在他们的脸上，彻底戳穿他们的谎言，才能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永无翻身之后。好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既然你已经有了万全之策，母亲就全听你的。需要母亲配合什么，你尽管开口。母亲只需在赏花宴上看女儿如何手撕这对渣男贱女即可。小姐，今日去长公主府，您打算穿哪一套衣裙？夫人昨日特意命人送来了一套赤金线绣牡丹的华服，说能压得住场子。好，就穿那套。红玉，带上那个盒子。奴婢明白。走，赴宴。哎，你们说今天崔家那位大小姐敢不敢来？出了那么丢人的事儿，被传得满城风雨，她哪里还有脸出门？要是换做我，早就一根白绫吊死。太傅府崔大小姐到！天哪，不是说她被退婚后行销雨林，形容枯槁吗？怎么反倒更美了？哼，打扮得这么狐媚，难怪能勾引三皇子。太傅府崔二小姐到！这二小姐怎么打扮得跟个移动的多宝阁似的，真是不堪入目。哎呀，长姐，你可算来了。妹妹这几天在府里一直没见着长姐，还以为长姐因为外面那些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，觉得无颜见人，不好意思出门了呢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真正该无颜见人、心虚不敢出门的，是那些在背后使尽阴私手段、爬上枝头当野鸡的鼠辈。你骂谁是野鸡？谁对号入座，我便骂谁。怎么，妹妹觉得我说的不对吗？长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要是三皇子因为这个不想娶你了，那可怎么办？这就不劳二妹妹费心了。我和令仪情投意合，是皇后娘娘亲自赐婚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都不会改变我娶令仪的决心。那些散播谣言的人，若是再敢胡言乱语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是赏花宴，大家就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。我府里的牡丹开得正艳，大家随我一起去赏花吧。多谢长公主，多谢长公主。今天若是不把事情说清楚，这些谣言只会越传越凶。我绝不能让远景平白无故受这种委屈。各位夫人，各位小姐，今日借长公主的赏花宴，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。最近京城里流传着一些关于我的谣言，说我在选妃宴上勾引三皇子，逼得太子不得不选我妹妹崔玉瑶为太子妃。今天我就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澄清这件事。首先，我从未勾引过三皇子，我和三皇子是在选妃宴上才正式认识的。三皇子之所以求娶我，是因为他欣赏我的为人，而我也愿意嫁给他。我们的婚事是皇后娘娘亲自赐婚，名言顺。其次，太子之所以选崔玉瑶为太子妃，并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太子和崔玉瑶早就私相授受。为了让崔玉瑶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太子妃，太子竟然在送给我的裸子带上做了手脚，想要毁了我的容貌。什么？太子竟然想毁了崔大小姐的容貌？太
可怕了吧！为了一个庶女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难怪崔大小姐没有毁容，原来是识破了他们的阴谋。你胡说，崔令仪，你血口喷人！我和太子清清白白，是你嫉妒我嫁给太子，才故意污蔑我们。我是不是污蔑你，大家一看便知。红玉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太子送给我的罗子带。这罗尖被人磨得异常锋利，只要轻轻一划就能划破皮肤。若是我当时用它画眉，现在恐怕已经毁容了。幸好我当时不小心划伤了手心，才发现了罗子带的问题。我假装毁容，就是想看看太子和我这位好妹妹到底想干什么。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我妹妹崔玉瑶立刻就进宫，谎称我容貌受损，无法参选。太子则顺势向皇后娘娘求娶她为太子妃。若不是我及时赶到大殿，戳穿了他们的谎言，恐怕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真的毁容了，而崔玉瑶就成了那个替姐姐着想的善良妹妹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太恶毒了！为了抢嫡姐的婚事，竟然联手毁嫡姐的容貌，真是蛇蝎心肠！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敢对着天地发誓，你没有和太子联手算计我吗？你敢说你没有在皇后面前谎言我毁容吗？太子殿下驾到！崔令仪，你别太过分了。玉瑶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一定是你故意陷害她。殿下，长姐她非要说那罗子爹是我们做了手脚。我陷害她？太子殿下，这盒罗子带是你亲手派人送给我的吧？上面还有你东宫的印记。你敢说这罗子带上的手脚不是你做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罗子带是藩邦进贡的，我只是随手赏给你而已，谁知道里面会有问题？随手赏给我？太子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。你当时派人送罗子带的时候，还特意让人转告我说这罗子带画眉最妙，让我一定要在选妃宴上用。难道这也是随手吗？身为储君，竟然做出这种龌龊的事情，真是令人不齿。崔令仪，你给我等着！还不走？嫌丢人不够吗？做得好。这腊梅开得极好，锦儿和令仪有心了。太子，这两位贵女才貌双全，本宫为你选做侧妃，你意下如何？全凭母后做主，儿臣定会好好待两位侧妃。锦儿，母后这里还有几本画册，可要为你选2个侧妃。母后，儿臣不恋眷儿女私情，有王妃一人足矣，不会再娶侧妃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便是儿臣的想法。三殿下，姐姐是崔家嫡女，一定比我更贤良。就算是殿下娶侧妃，她必不会说什么。殿下又何必负了京中女子的心？太子妃此言差矣，我不想令仪嫁给我后不开心。我也许许诺她这一生只有她一位妻子。太子妃大度，想必是皇兄的福气。看太子妃这般大度，上次皇兄在我府上看中的歌妓，不如就送给皇兄做个侍妾，想必太子妃也不会介意的吧。还是二弟懂我，多谢二弟。到底是庶女出身，小家子气，以为为夫君纳妾便是贤良，殊不知宫中女子贤良算得什么优点？若非太子当初坚持要娶她为正妃，我实在不想认下这个儿媳妇，只希望太子的2位侧妃入东宫后早日生下长子才好。父亲，为何姐姐有100多台嫁妆，我的只有这几10台？母亲分明是苛待我。这是我的吩咐，你长姐的嫁妆由她母亲备下，你的嫁妆只按太傅府规矩，庶女出嫁48台，以你嫁入东宫，为父多为你备了20台，你还想如何？若你不满意，自可不要崔家的嫁妆，不做崔家的女儿，让太子为你准备即可。听说太子妃的嫁妆寒酸的不得了，连皇后娘娘赐的东西都不如三皇子妃，可不是吗？听说三皇子妃的嫁妆可是10里红妆，皇后娘娘还亲自添妆呢。等过2日，2位侧妃进门，这太子妃啊，未必坐得稳。你便是这样让下人打我的脸？知道我是庶女，也不会为我添妆，让我寒酸嫁进来，我面上无光，对你有何好处？你没有嫁妆与我何干？我为何要与你添妆？你可知三皇子为长姐添妆便是几10台，满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放肆！大婚之夜你便如此无状，实在让姑失望。你今日便一个人歇着吧。大婚之夜没有洞房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你们2人是储君与储妃，却不知轻重，徒让自己成了笑话，实在让本宫失望至极。回去好好反省。
还是你最懂我。你们给我等着！这2日，太子可曾踏足我这里半步？回娘娘，殿下都在2位侧妃那里。好的很。翠儿，你去梳洗一番，今晚你替我伺候殿下。娘娘饶命，奴婢不敢。这东宫我是太子妃，若我失了宠，你们也没有好下场。长姐大婚，妹妹特来添妆。这是母后赏赐的玉如意，送给姐姐放在嫁妆第1台，也算充个门面。多谢太子嫁妆。第1台是皇上赐的千年血参，第2台是皇后娘娘赐的东海夜明珠。这玉如意恐怕只能委屈放在后面。令仪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殿下，此生有你足矣。娘娘，人我已经偷偷带进来了，就在外面候着。您放心，我绕了3条街，确定没人跟着。快让他进来，千万不能让太子和皇后的人发现。草民见过太子妃娘娘。大夫，你快给我看看。太医院那帮废物只说我体虚，可我喝了那么多补药，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母亲送来的送子汤都喝了几10副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到底是什么问题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娘娘，草民斗胆直言，娘娘并非体虚，而是不知何时服下了极寒的虎狼之药，这药效极猛，如今寒气早已侵入骨髓，损伤了根本。你说什么？虎狼之药？你的意思是我不能生了？是，娘娘此生恐怕再难有子嗣了。绝嗣？怎么会？我明明那么小心，每日的闪食都是翠儿亲自去尝过的。是她，还有皇后，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这个庶梅生下储君的血脉。袁彻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给我下的绝嗣药？你发什么疯？谁有空给你下药？不是你是谁？太医院的人都是你的眼线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我下药？既然知晓，又何必再问？你的身份若生下长子，对孩子并不是好事。你出身实在上不得台面。当初我选你做太子妃，实在太草率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就算没有子嗣，我也不会不要你。日后荣华富贵也是少不了你的。只是后位你便别再奢望了。好一个袁彻，好一个太子！你利用我崔家，利用完便将我弃如敝履。既然我不能有孩子，那谁也别想有！我要让你断子绝孙！2位妹妹都在呢。本宫亲手炖了上好的人参鹿茸汤，给妹妹们补补身子。多谢太子妃娘娘。喝吧，多喝点，这可是能保你们一生无子的好药啊！令仪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传太医！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，三皇子妃这是喜脉呀！哈哈哈哈！好，赏！重重有赏！我要当父亲了。令仪，你听到了吗？太子，按理说你比老三成亲更早，怎么东宫这3位妃嫔至今一个动静都没有？母后，子嗣之事全凭天意。既然太医在此，不如就借着今日的好日子，让太医给东宫的人都好好把把脉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吞吞吐吐作甚？说，太子殿下与2位侧妃体内皆中了最猛烈的绝子药，药石无异，此生绝无可能再生养了。什么？去查，这是谁干的？谁敢害大前的储君绝嗣？不必查了，是臣妾所为。你这个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殿下可是震惊、心痛，那你可知晓，当初臣妾得知被你亲手下药绝医时，是何等心情？你利用我崔家，利用完便将我弃如敝履，对自己选定的正妃痛下毒手。你这样薄情寡义的畜生，岂配为储君？既然你不仁，那大家就都别生了。此药是臣妾所下，臣妾愿领罪。我这一生，到底还是输。混账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子给朕拖下去，传旨废除太子之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废太子袁彻，德行有亏，残害正妻，不可承继大统。今特废其储君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发配青州。无诏，不得回京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三皇子袁景，人品贵重，战功卓著，深得朕心。今册立为皇太子，授以金册宝印。三皇子妃崔令仪温婉贤淑，册立为太子妃。
钦此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太子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让开！新太子车驾入宫，闲杂人等退避。前世的凄惨，今生的算计，终究是恶有恶报。元彻，你这辈子的深渊才刚刚开始。迎太子，太子妃入宫。令仪，往后余生的路，我们一同走。好，一生一世，绝不反悔。